他第一次送外卖就赚了18万，别人不但不觉得贵，反而还出价千万将他包下，甚至还要把女儿下嫁给他，只为让他每天能来睡一次。而在此之前，他就是一个穷酸小子，每天都跟野狗睡在肮脏的桥洞下。只因这天他把外卖送到了一座凶宅，而备注上还写着：“小哥，我很寂寞，记得买个小雨伞。”可就在房门打开的那一刻，忽然一个妖艳的女人竟出现在天花板上。然而没过多久，她竟平安地走了出来，并在脸上洋溢着起飞后的满足。唉，这个鬼天气，能知道全家通真是千辛万苦取真经了。Oh my god！ 谁这么不讲武德呀？有没有搞错？大哥，现在是讲究卫生的文明社会，你知道现在配送费有多贵吗？你知道这块原味鸡我是用积分兑换的吗？你的口水无论是从病理学还是从食欲学角度，都严重超标了，严重超标了，你懂吗？这人怕不是脑子坏掉了吧？场次：主卧惊吓测试，执行者：吊死鬼007号。评价：差评。扣分项1，不讲卫生，体液管理失控，严重影响客户体验。扣分项2，距离感缺失，贴脸杀这种手段早在5年前就过时了，现在流行的是心理恐怖，懂吗？扣分项3，你的美瞳划片了，他是怎么清清？没电了，滚回去重练。告诉你们老板，如果红公馆只有这种水平，这周的全网10大凶宅评选，你们连入围资格都没有。我会直接在试睡报告里写上“建议拆除”4个大字。我做鬼这么多年，吓疯过探险的主播，吓尿过不信邪的富二代，甚至半夜起床还吓到我自己。今天这个人他是有毛病吧？在这儿跟我谈论体液管理和美瞳划片，我的职业尊严呢？噪音超标，按照城市居住区环境噪声标准，夜间突发噪声不得超过15分贝。你刚才那一声达到了85分贝。扰民，扣50分。还有，窗户玻璃算你头上的，从你的冥币工资里扣。这个人类比鬼还难缠。80块钱啊！这个月的生活费又要赤字了。他叫沈墨，一名职业凶宅试睡员，兼职恐怖场景测评师。之前是一名送外卖的穷屌丝。在这个灵异复苏、凶宅炒作盛行的年代，房地产商和流量博主为了证明房子真有鬼或者真没鬼，衍生出了这个高危职业。但他和别人不同，别人是为了证明房子干净好卖高价，他是专门来找茬的。他的雇主通常是那些在这个行业里竞争激烈的凶宅老板。没错，现在的鬼也不好混，想在阴间混出名堂，想吸引阳气，就得把凶宅经营成网红打卡地。而沈墨就是那个拿着红笔，不仅不给5星好评，还要把他们批得体无完肤的毒舌甲方。唉，真是鸟大了什么林子都有。这么低端的开场，看来传说的红娘女鬼也不过如此。出来吧，别让那些跑龙套的来送人头了。我知道你在看。哟，终于舍得上正菜了。
迟到了14分钟，不仅员工素质差，老板也没有时间观念。郎在欢心处，妾在肠断时。凡人擅闯禁地者，死！停一下，你不怕我？把脚抬一下。什么？你说什么？我说把脚抬一下，我要量一下你离地的高度。离地30厘米，身高1.65米，加上悬浮高度，视觉高度1.95米。但是你这个出场太老土了。你说什么？你竟敢！我说你老土！第一，出场 BGM 太大声了。你知不知道现在已经是深夜了？你用这么高频的戏腔，不仅吓不到人，反而会让人觉得吵。现在的年轻人本来就神经衰弱，你这不仅是恐怖袭击，更是精神污染。第二，这种密集恐惧症流派的视觉攻击是20年前午夜凶轮玩剩下的，现在流行的是极简主义。哪怕你就在墙角安安静静的站着，只要灯光打得好，都比这满屋子头发有压迫感。你搞这么多头发，只会让我觉得你需要用防脱洗肤水。第三，你的妆容卡粉了。胡说，这是我用怨气凝结的。怨气凝结的也掩盖不了你皮肤缺水的事实。你自己看，眼角下面的细纹，还有 T 字区的油光。作为这栋 S 级凶宅的门面担当，你的形象管理简直是一场灾难。你以为血泪能遮百丑？错了，那只会让你的妆面看起来像是刚哭过花妆的失恋少女，不仅不可怕，反而有点好笑。这也太扯了吧！什么鬼设定啊！好笑。还有最重要的第4点，你的台词太尬了。擅闯禁地者死。拜托，现在是法治社会，这种中二鱼刺只会让人出戏。你应该说，欢迎光临红公馆，今晚的入住体验可能会让您终生难忘。这叫什么？这叫格调，这叫反差，你懂吗？你个憨货！综上所述，作为 S 级凶宅的终极 BOSS， 你的业务能力，我不客气地说，只能打2分，不及格。我做鬼100年了，见过无数道士、和尚、驱魔人，还有送外卖的。他们有的拿桃木剑砍我，有的拿符咒贴我，有的跪地求饶，有的让我滚远点，说外卖要超时了。但从来没有人会拿着圆尺和镜子，从审美、音效、台词和护肤的角度，把我作为鬼的尊严按在地上疯狂的摩擦。你欺负鬼！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我，我明明很努力在吓人了。这心理素质也太差了吧！唉，别哭了。哭能解决问题吗？哭能让红公馆的评分上去吗？哭能让那些被隔壁黑山老妖主题乐园抢走的客流回来吗？什么呀？这句可能蹿线反情动电的回来吗？你知道黑山老妖？废话，上周刚去测评过。虽然装修品味一般，但人家引进了全息投影技术和沉浸式剧本杀模式，
下人效率比你高3倍。现在人家是某点评网上的必玩榜第1名，而你们洪公老呢，只有可怜的3.5分。评论里全是太假，演员不敬业，环境脏乱糟。这些话虽然难听，但句句属实。红公馆的生意确实一落千丈，最近连误入的流浪汉都嫌这里晦气不肯来。再这样下去，没有阳气滋养，我的魂体就会越来越弱，最终消散。那我能怎么办？我只会这一套，我死了那个年代就是这么吓人的。唉，时代变了，大姐。现在的人类生活压力那么大，普通的鬼影根本吓不到他们。他们怕的是什么？是未知的恐惧，是心理的博弈，是那种细思极恐的后惧。哼，你那一套一惊一乍的把戏，也就骗骗幼儿园小孩儿。哈哈哈。这是什么？红公馆全面整改建议书初草。我观察你们很久了，这里的底子不错，百年老贼，怨气纯正，地段也偏僻，但是软硬件严重脱节。如果你想活下去，我是说想作为鬼继续存在下去，并且做大做强，你就得改。你不是来驱魔的？驱魔？那才几个钱，杀鸡取卵的事儿我不干。哼，我是来做生意的。你看，我的计划分为3步。第1步，标准化培训。我会把你手下那群散漫的孤魂野鬼，比如刚才那个随地吐口水的吊死鬼，训练成一支纪律严明、演技精湛的专业惊吓团队。第2步，场景升级。抛弃那些廉价的射浆和假发，我们要利用心理学，打造规则类怪谈场景，让进来的活人不是被吓跑，而是即使吓尿了还想再来探索剧情。如此之间，想看到一个千蠢的绣盆花。第3步，商业化运营，建立会员制，开发周边，甚至可以和线下的密室逃脱店联名。我们的目标是把红公馆打造成阴阳两界的迪士尼。你为什么要帮我？你是人，我是鬼，人鬼殊途。为了钱，我缺钱，非常缺。而你缺一个大脑。我们是各取所需的合约，聘一做伙伴。签了它。从今天起，我是你的首席运营顾问，你负责提供场地和鬼力支持，我负责策划和管理。收益37分，我7，你3。你欺我3，这也太黑了吧！这是我的房子。你现在的收益是0，甚至还是负的，因为要消耗修缮能量。30%的暴利，总比100%的西北风强。而且，如果不签，我现在就把这份包含你卡粉特写和哭鼻子视频的差评发到网上。标题我都想好了，震惊。百年厉鬼红娘私下竟然是这种画风。你无耻！谢谢夸奖，在商业谈判中，无耻是褒义词，签还是不签？杀了他，红公馆就真的没救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男人面前，我怎么就浑身难受，有一种想要被征服的感觉，真讨厌。
成交。那么，红娘老板，今晚我睡哪儿？总不能让我睡满是口水的地板吧？那是你的事，别以为签了约我就会对你客气。如果你明天的整改方案不能让我满意，我会让你变成红公馆的第108个永久存户。第108个，看来员工编制还挺满的。第一步打入内部成功，接下来就是好好整顿一下这个阴间职场的风气了。全体集合，报数。3つ、4つ。昨晚你的表现我已经批评过了，现在我要给你做专项整改。你现在的吓人方式是什么？演示一遍。停，下来。问题1，摇晃幅度不符合物理学。你刚才的摆动频率太快了，像是在荡秋千，而不是尸体自然下垂。散置于屋里适时遭2个波面，永在腰翼左右。死人是没有肌肉张力的，你刚才的腿还在用力蹬，这叫诈尸，不叫上吊。问题2，安全隐患。这绳子是你用怨气幻化的吧？昨晚我仔细观察了，你每次勒紧的时候，绳子边缘都会出现像素级的模糊，这说明你的怨气输出不稳定。万一下到一半绳子断了，你摔在客人身上，算工伤还是算袭击客户？从今天起，我们要引入薇娅安全规范。这是高强度静力绳，承重2000公斤。穿上这个薇娅衣，听他的，穿。现在我们要练习核心收紧与无意识摆动。想象你是一块腊肉，挂在风口，风吹过来，你是被动旋转的。来，1、2、3，转，转，转。不对，眼神太活了，死人的眼神是涣散的，聚焦在无限远的一点。舌头不要伸那么长，收回去2公分。现在的恐怖片流行微表情，稍微吐一滴点舌尖，比拖在地上更恶心。
竟是我绑回接过你人身点好处了，很好，这才是 S 级凶宅员工该有的素质。下一个，那个喜欢从电视里爬出来的叫什么来着？孔孔分部的小张是吧？出列。你的差评率高达80%，客户投诉理由主要是爬得太慢，让客户等得不耐烦，以及卡在电视机里出不来，场面滑稽。今天我们要解决你的带宽问题。这就是你的工作环境？老板说怀旧风更有感觉，我有不小的时候，之后3年枪更好。怀旧个大头鬼！这电视的分辨率连360P 都不到，你从里面爬出来，脸都糊成马赛克了，谁能看清你那精心画的1小时惨死妆？而且这屏幕太小了，且不说视觉冲击力，光是物理限制就很大。你身高1.6米，肩宽38厘米，这电视对角线才多大？你每次爬出来是不是都要先把肩膀脱脚？是的，每次都要锁骨，好痛的。上次有个胖一点的客人，我还没爬出来一半，他就拿着遥控器换台了，我直接被卡在2个频道中间，差点魂飞魄散。经费紧张，而且这电视是古董。古董就该进博物馆，而不是用来做生产力工具。我已经让人，哦不，让鬼去搬了。进来，把东西搬进来。拉。这是我刚才下单加急送来的85英寸4K 曲面屏电视，虽然花了我1个月的积蓄，但这笔钱必须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来，小张，进去试试。停！又怎么了？太快了，屏幕升级了，但你的节奏还没跟上。你爬出来的速度太匀速了，像是在做广播体操。我们要利用帧率差，制造恐怖谷效应。你看过那些经典的恐怖游戏吗？怪物不是匀速移动的，而是抽帧移动。你要学会瞬移，前1秒还在井口，下1秒突然闪现到屏幕前，这种视觉上的跳跃才是人类大脑处理不拿。抽帧就是不要连贯动作。你先在背景里不动，蓄力，然后啪的一下，脸直接贴到屏幕玻璃上，中间的爬行过程全部省略，懂吗？这叫跳下 jump scare 的高级应用。试一次，3、2、1 ，action！ 小张，恭喜你，你的带宽升级成功了。谢谢神姑啊！
我觉得我现在强的可怕。这个男人虽然没有一点法力，但他对人心的把控，对节奏的理解，甚至对科技产品的运用，简直比任何厉鬼都要可怕。今晚我们可能会迎来第一批验收者。验收者？我没有接到预约。不需要预约。家人们，看到身后这座鬼屋了吗？这就是传说中的 S 级凶宅红公馆。今天频道就要带大家进去一探凶宅。要是抓不到鬼，我当场把这个罗盘吃下去。点赞过5万，我直接睡主卧。那是你的竞争对手，也是我们遭整改后的第一块磨刀石——网红驱魔师王大锤。准备好了吗，老板？今晚我们要给这位大师上一课。老铁们，现在是晚上11点，我们要进去了。说实话，这地方确实有点邪门，我的罗盘指针一直在乱转。家人们，看到没有？这就是传说中的鬼屋。据说一到晚上就有不干净的东西出来游荡。我当然不信有真鬼，我以前去的那些所谓凶呆，大多是人为制造的声响，或者就是普通的废墟。到时候我只需配合着演一演，贴几张符，就能赚得盆满钵满。嘿嘿，这钱也太好赚了。嘿嘿嘿。怎么回事？按照常规套路，这时候应该会有阴风吹过，或者有什么东西掉下来。这怎么什么都没有啊？哼，故弄玄虚。他进来了，让门口的恶狗鬼咬他。不，太低级。记住我们的核心战术：心理暗示，让他紧张，让他期待，然后什么都不给。一组撤掉所有机关，2组关掉所有背景音。单组把灯光调到接触不良模式，频率设定为每10秒闪一次。这什么情况？满地骷髅，还有血手印，怎么通通没有啊？唉，家人们，看来这地方传言有误啊，除了有点冷，也没什么嘛。可能是老房子线路老化，我们去2楼看看。行动，小张，准备。哟，
这凶宅还挺现代化，还有这么大的电视。你的眉眼开了10级，本人好丑啊！你知我错，都人给你有救我，你假的3年就算你了，3年，何妨妖孽，吃我一剑！吊死鬼，上！记住，静默恐惧。你的裤链没拉。收工。这就结束了。这只是开始。把这个人扔出去，顺便把他的直播回放保存下来。这就是我们红公馆最好的宣传片。接下来，既然名气打出去了，我们就要准备迎接真正的挑战了。比如，那些隐藏在暗处的、真正想要我们要命的家伙。他怎么知道这栋宅子地下的秘密？那可远比这几个网红要可怕得多。但此刻，有了这个男人，或许真的有希望。王大锤被吓尿并扔出红公馆的视频，在第2天火遍了全网。知名驱魔大师探秘 S 级凶宅，竟被鬼嘲笑裤链没拉，当场社死。视频里那个倒挂的威亚鬼冷静指出，你裤链没拉的片段被做成了无数处表情包。红公馆一夜成名，但不是因为恐怖，而是因为奇葩。别碰他！这就是所谓的机房？我看这符纸的画法不像是防贼的，倒像是镇压什么东西的。怎么，下面关着你的前男友？沈墨，有些玩笑不能开。这里是红公馆的禁地，哪怕是我，每逢初1、15也不敢轻易靠近。我是红公馆的运营顾问，根据企业管理法，高管有权知晓公司的核心资产与风险状况。你真的很不怕死。既然你非要看，那就看吧。但无论看到什么，不许出声，不许乱跑。
这是什么？江城的地眼，也是这座城市的排污口。人类的恐惧、贪婪、愤怒、嫉妒，这些负面情绪会汇聚成煞气，最终都沉入这个地底。如果不加疏导，煞气就会郁结爆发，地震、瘟疫或者大规模的灵异灾难。100年前，一位高人修建了洪公馆，以此镇压地眼，而我是被选中的看守者，我的嫁衣就是封印的一部分。所以，你不是为了好玩才吓人的？你以为我很闲吗？地眼里的煞气需要定期宣泄，怎么宣泄？就是通过恐惧。人类产生的恐惧是一种高频能量，可以中和地底的煞气。我必须经营这座凶宅，吸引活人进来，收集他们的恐惧值，然后倒进这个坑里，喂饱下面那个东西，让它继续沉睡。这剧情反转的有点快，合着这还不是个简单的恐怖片，是个环保片。也就是说，我们是在做情绪垃圾处理生意，而且还是公益性质的。可以这么说，但最近几10年人心变了，大家看多了恐怖片，阈值高了。普通的吓人手段根本产生不了多少纯粹的恐惧能量。地眼越来越不稳定，如果再喂不饱它，它就要醒了。看到那些裂纹了吗？还到半截，最多还有半年。你怎么东西啊？他怎么会来啊？怎么？如果不能收集到海量的、高质量的恐惧值，洪公馆就会崩塌，整个江城都会变成鬼域。哈哈哈哈哈！原来如此，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在做服务业，原来我们是在做能源产业。格局小了，红娘，我们的格局小了，我们的格局小了。你疯了！世界都要毁灭了！毁灭个屁！毁灭个屁！这不就是个巨大的流量变现模型吗？这东西需要恐惧值，而市场上有大把寻求刺激的人。这就是完美的供需关系啊！以前你们是手工作坊，靠运气钓鱼吓人，效率当然低。现在我们要搞工业化，搞规模化，仅仅靠下几个探险主播是不够的。我们要让几千人、几万人排着队来送恐惧值。我们要把洪公馆变成全球最大的恐惧发现场。几万人，谁会排队来找虐？你对人类的无聊一无所知，回去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既然这下面的东西饿了，那我们就给他搞一场满汉全席。走吧，老板，回去开会。我们要制定一个新的5年计划。第一次觉得，下面那个恐怖的怪物似乎也没那么可怕了。谁是这里的负责人？刘科长，什么风把您吹来了？胡闹，简直是胡闹！红娘，这就是你经营的凶宅？这是什么？这是离经叛道，这是数典忘祖！刘科长，您听我解释，这是我们在尝试新的。新什么新？
鬼下人讲究的是阴私晦暗，不可名状。你搞个大彩电放在这儿，还要不要传统了？老祖宗留下的鬼打墙、鬼压床你们不用，搞这些洋玩意儿，成何体统？经群众举报，红公馆近期存在过度娱乐化、惊吓手段不正规等问题。根据《阴间惊吓标准化管理条例》第302条，勒令你们立即停业整顿，扣除年度绩效分500分。如果在3天内不能恢复传统恐怖氛围，就吊销你们的凶宅营业执照，所有鬼魂强制送去投胎。吊销执照？吊销执照，那就意味着红公馆会被彻底铲平，地下的封印也会失陷。这位领导好大的官威啊！他是活人，红娘，你居然勾结活人！纠正一下，我是聘请的职业经理人。刘科长是吧？您刚才说我们要恢复传统，那我请问，什么是传统？是一成不变的守旧，还是为了吓人这个核心目的不择手段？你数据不会撒谎，这是红公馆上个月的恐惧值产出报表。在改革前，日均产出恐惧值为500单位，改革后，也就是昨天，我们的单日产出达到了8000单位，增长了1600%。这不可能！没什么不可能的。您推崇的鬼打墙，平均耗时30分钟，只能把人吓得迷路，产出效率极低。而我们采用的反差式惊吓，平均耗时3秒，能让人瞬间破防，心率飙升到180。这就是工业革命和手工业的差距。可是，这不合规矩，老祖宗的规矩啊！刘科长，时代变了。您做稽查这么多年，难道不想升职吗？难道不想调到省里的丰都总局去吗？想想看，如果您辖区内出现了一个现代化惊吓示范基地，那是多大的政绩！丰都总局的政绩，只要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红公馆就是您的试点工程。到时候我们在报告里写上，在刘建国的英明指导下，红公馆锐意进击，开拓创新。您觉得怎么样？其实吧，我也不是那种顽固不化的人，创新是好事嘛，只要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不过，虽然我不查你们了，但你们还有一个大麻烦。什么麻烦？好像是强盛地产的人，听说这块地被他们看中了，要拆迁盖度假村。那帮开发商手里有阳间的批文，比我还难缠。他们什么时候动手？明天，他们请了龙虎山的高人来做法事，准备先驱邪，后推土。你们好自为日吧。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完了，强盛地产的老板是个黑心商人，而且龙虎山那是真正的名门正派。明天，想拆我的公司，那就让他们变成我的客户。全员听令，启动1级战备状态。这一次，我们不搞单兵作战了，我们要搞沉浸式剧本杀。
我要让明天进来的每一个人都哭着把钱掏出来，还要跪着求我们别关门。陈道长，这地方真的有那么邪乎？不就是个破房子吗？推平了晒2天太阳，什么鬼都散了。张老板，不可大意，这里阴气冲天，隐隐有煞气成局。若是强拆，恐怕会损阴德，甚至出人命。哼，我有钱，我不怕损阴德。挖掘机给我上！先把围墙推了。热烈欢迎强盛地产考察团莅临红公馆超维度陈情室体验中心指导工作。欢迎光临。你是个什么东西？张老板，我知道您是来收购地皮的，但在谈生意之前，您不想先体验一下我们的核心产品吗？产品？这里不是凶屋吗？哎，格局小了，这叫实景娱乐产业。我们刚刚引进了最先进的和全新投影和生物仿真技术。今天本来是我们的试营业日，门票定价是每页8888元，但既然张老板来了，我决定免费请您和您的团队体验一次。谁要体验这种鬼东西？我要拆！来，张老板不敢。传闻张老板白手起家，胆识过人，连坟地都敢盖楼。哼，怎么，连个游乐项目都不敢进？看来传闻有误啊！强盛地产不过如此。放屁！老子什么没见过，进就进。陈道长，你跟着我，我看他能搞什么鬼。请。各位玩家请注意，欢迎进入 S 级副本《红娘的婚礼》。主线任务：在婚礼开始前，找到新娘丢失的绣花鞋，并活着离开。友情提示：本场景内所有 NPC 均不可攻击，因为你们打不过。装神弄鬼！那是全息投影？不，老板，那个没有影子，那是真的。客人，您看见我的鞋了吗？如果找不到，我就只能穿您的鞋了。游戏开始。1号区释放迷雾，2号区启动鬼打墙循环模式，别让他们跑太快。哼，3号区红娘准备，我们要给陈老长一点道术上的震撼。哎，雕虫小技。这是什么阵法？这叫反向失灵阵。只要你产生恐惧，你的法力就会变成我们的燃料。道长，您的道心不稳啊。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不猜了，我不猜了，鞋给你，都给你。
贫道修行不够，告辞。第一批内测玩家体验结束。我们不仅没被拆，还扩充了地盘。不仅如此，看，免费的广告已经打出去了。明天，这里将成为江城最火的网红打卡地。是时候给地下的那个大家伙喂点正餐了。恐惧值储备85%，地眼状态极度稳定。银行卡余额7位数。沉默，出事了！怎么了？是有游客被吓出心脏病了？放心，我们的免责协议签得很完善，而且门口就有救护车待命。不是游客，是员工，员工罢工了！啥？罢工？鬼还需要罢工？黑心老板来了，打倒剥削阶级！我不干了，我要去投胎！老板，您评评理。以前我们一晚上也就下3、5个探险者，下完了还能去坟头蹦个地。现在呢，一晚上接待300个游客，300个啊！我的头每分钟要掉下来5次，装回去5次。我的颈椎，哦不，我的断颈处都要磨出茧子了。老板，那台4K 电视虽然好，但我每天要在里面瞬移几千次，我现在看到库井口就想吐。昨天有个游客还嫌我爬得慢，还要跟我合影，让我比剪刀手。我是厉鬼啊，不是吉祥宝物。看看，3天磨坏了10双鞋，生产队的驴也不敢这么使啊！你们的诉求我都听到了。你们觉得累，觉得苦，觉得我在剥削你们，没错。现在的强度的确很大，但是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要这么拼？是为了我沈墨赚钱吗？不，是为了红公馆的存续，是为了地下的那个封印不破裂，是为了你们不用魂飞魄散。不过，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既然我们已经是正规企业了，那就必须引入现代化的 HR 管理制度。我宣布，从今天起，红公馆实行4班3倒轮岗制。轮岗？没错，我们将员工分为早班、晚班、深夜班和休假班，每支工作8小时，休息24小时。强制执行！哇！不仅如此，为了奖励大家的辛勤付出，我引入了绩效激励体系。每获得一个游客的5星尖叫好评，奖励1颗高浓度阴气丹。每个月评选1名惊吓之王，直接奖励全套纸扎大别墅和阴间限量名牌跑车。真的？那我岂不是能住上大平层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这里将改造成员工关怀中心，高档犀牛角香薰，24小时不间断供应，那是补魂的圣品。还有这台按摩椅，我请高人开过光，专门针对灵体疲劳，
能直接按摩你们的怨气节点，爽到升天。老板大气，我要加班，谁别拦着我，我要拿销冠。这就是资本的味道，真香。这就解决了？这就是管理学的魅力。只要给够了利益，鬼都会推磨，何况是下人。行了，老板，去练引起单吧，这是你的工作。周扒皮。还我命来！太弱了。啥？既然是垃圾，那就回收吧。警告！警告！B 区能量异常，员工035号信号消失。那是什么东西？那是炼尸人，他们不是人，是活尸，是用邪术炼制出来的杀戮机器。敢动我的员工，那是我的资产。保安队，全员集合！全员集合！我去！找死！终于出来了，红娘，好久不见。古大师，古大师，你也配叫我大师？100年前是我亲手布下的这个局，现在果实成熟了，地眼的能量已经充满了，把红公馆交出来，我可以让你做我的尸姬，留你一命。原来是你，当年的那个风水师，是你骗我做了阵言。各取所需罢了，别挣扎了。这3具黑铁尸只是开胃菜。如果你不投降，我不介意把这里变成真正的坟场。看来我们得用更强的力量了。老板，系统，不，大脑，快想办法！活尸，那就还有实体。既然有实体，就遵循物理规则。有了！住手！送你们个大宝贝！
红娘，带上伤员，撤回地下室。你不该回来，这只是开始。明天子时，我会亲自来取地眼，到时候我会把这里夷为平地。你是个傻子吗？你是人，那是煤气罐爆炸，你会死的。我有计算过抛物线和爆炸半径，而且我是为了保护公司资产。你们要是都死了，我上哪儿去找这么便宜的员工？你只要记住，我是你丈夫。别动。这是我不多的本源鬼气了，剩着点油。那个古大师是什么来头？一个疯子。100年前，他为了追求长生，设计了这个养煞局。他把我练成厉鬼，镇压地眼，其实是在养蛊。他等的就是这一天，等地眼能量饱和，他就要吞噬地眼，成魔。成魔？听起来像是在看三流玄幻小说的剧情。但他很强，那3个黑铁士只是他的傀儡。他的本体，我甚至不敢想象。明天子时，如果他真的来了，我们挡不住的。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的。沉默，你走吧。合同终止了。这是阴间的战争，与你无关。你赚的钱够你花一辈子了。理智告诉我，现在不仅该走，而且应该连夜买站票跑路。面对那种级别的怪物，我的那些小聪明、管理学，甚至煤气罐，都像是玩具一样可笑。但是，如果不走呢？如果不走，结局是什么？该死！我的金手指好像失效了。你说什么？我说，我拒绝解约。我是红公馆的总经理，没有我的签字，谁也别想动我的公司。哪怕是阎王爷来了，也得先挂号。听着，大家不想死的话，就给我听好了。我们还有24小时。既然那是法术对决，我们赢不了，那我们就把这场战争拉进我们熟悉的领域。
什么领域？规则怪谈。那个古大师不是想吞噬地眼吗？那我们就把整个红公馆改造成一个巨大的、无解的、充满逻辑陷阱的规则杀阵。我们用规则玩死那个老不死的！我要让你们知道，凡人的恐惧是神明的福音。你和他去布置红绿灯规则陷阱，必须在天亮前完成。记住我们的战术，我们打不过古大师的法术，拼不过活尸的硬度。我们唯一的优势是这里是我们的主场，我们将用规则重塑现实。一旦他们违反规则，地眼积攒了100年的煞气，就会自动判定为违规惩罚，对他们进行因果律打击。来了。时辰已到，红娘，交出地眼，留你全尸。装神弄鬼，进去，鸡犬不留。冲锋！警告：违反守则第2条，走廊里禁止奔跑。别听，那是幻术！冲上去 ！Go。Good evening, sir. 先生，需要红酒吗？警告：违反守则第1条，没有屏住呼吸且攻击管家。没有屏住呼吸，就会吸入死气，这是规则。好手段，竟然能引动地脉煞气，制定因果规则。看来那个凡人军师确实有点门道。但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我去就回。什么狗屁规则！警告：规则层级被暴力破解，对方能量反应超出检测上限，
防御系统全面崩溃。挡不住了，他是半步鬼仙，已经超出了规则的束缚。陈默，快走，从密道走！不，老板，你信我吗？你想干什么？既然它是产品，那就一定有出厂缺陷。我要去给他写最后一条差评，把地眼的所有权限全部转给我。我要跟他直播连线。美味，太美味了！只要吞了地眼，我就是这世间唯一的真神。哟，老帮菜，胃口不错啊！蝼蚁躲在地下就能活命吗？等我吸干了这里，就把你炼成尸油灯，点上100年。别急着放狠话，我刚刚观察了你10分钟。作为一名专业的测评师，我对你现在的成神仪式有几点小小的意见。意见？你有资格给我提意见？当然，第一，你的逻辑有硬伤。你说你要吞噬地眼里的煞气成神，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是人类几百年来排泄的负面情绪。恐惧、贪婪、嫉妒、色欲，说白了，那就是精神层面的核废力。你一个修道之人，不吸天地灵气，跑来吸废料，这就像是一个米其林大厨，放着顶级食材不用，非要去掏泔水桶。你确定你这是在修仙，而不是在变异？无知小儿，煞气乃力量之源。只要我能炼化。第二，你的载体不兼容。看看你的左手，再看看你的右腿，是不是感觉有点痒？是不是有点不受控制？那是排异反应。地眼里的煞气包含了亿万人的杂念，你一个人的灵魂，怎么可能承载亿万人的意识？你在吞噬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在污染你。现在的你，脑子里是不是有很多声音在吵架？是不是有点精神分裂？闭嘴！闭嘴！我能压制住！我是神！第三，也是最致命的一点，你的人设崩了。你口口声声说追求长生，追求成神，但在我看来，你现在的行为模式更像是一个垃圾桶。太个歪哇！你就抱着垃圾桶？没错，地眼是城市的排污口，而你主动跑来把排污口里的东西装进自己身体里。根据功能定义法，装垃圾的东西就是垃圾桶。红娘，动手！规则重写！规则生成，我是垃圾桶。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在装垃圾？那我真的是垃圾桶？我是一个有思想的垃圾桶？不，我是古河，我是天使！
吃吧，多吃点儿。既然你这么饿，我就让你一次吃个够，撑死你。这是什么？这是你应得的下场。这是我对你的最终评价。产品古大师，品类失败品。差评理由：自我认知不清，且容量太小，易爆，建议销毁。赢了，这也行？以后我再也不敢跟老板顶嘴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你别说话。扶我起来！我要去看看我的房子。要是承重墙炸了，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听说了吗？这里的新剧本《垃圾桶之怒》超级恐怖，据说最后 BOSS 会自爆。切，那个不算啥。最绝的是那个试睡员体验院，听说能见到传说中的那个毒蛇老板。老板，这是上个月的财务报表。又是7位数，无聊，花都花不完。那你还每天加班？那个王大锤昨天又来直播了，说想申请做我们的分销商，你批吗？让他去负责厕所区域的清洁卫生。那家伙虽然胆小，但扫厕所应该挺干净。沉默。你还打算走吗？当初合同上写的，帮你赚够1000万，你就解约退休，去环游世界。环游世界太累了，而且我也找不到第二家像这里一样能容忍我天天怼老板还给我发工资的公司了。优点，这里的鬼很有人情味，这里的老板很漂亮。最重要的是，这里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了什么是鬼畜。这是我职业生涯里唯一的5星好评，收好了，老板娘。记住，眼神要死，舌头要微吐，这就是专业。 Okay, everyone, say cheese! Cheese! Oh my god, that's so cool! 茄子！
众生度尽，方争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长街幻彩映星河，万象更新盛世歌。砥砺前行书壮志，初心不改，赴山河。人间奋进千帆竞，时代扬帆万里波。不负韶华追日月，一城锦绣共蓬勃。一切幸福的刚刚好，快乐的刚刚好，每时每刻被温暖围绕。飘满了甜蜜的味道，仿佛找到梦中的城堡。一切幸福的刚刚好，满足的刚。